大家好，我係杜文博，今日係2025年嘅1月17號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盈透證券，即係我哋講嘅 IB。咁佢嗰個戶期嘅利息情況咧，喺2025年1月又如何咧？嗱，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 IB 咧，你嗰個淨資產啊，咁啊超過1萬蚊美以上咧，你嗰個現金餘額係可以攞到利息嘅。咁啊呢度有舉例啊，咁就係譬如話你嗰個帳戶嘅現金餘額係100萬嘅話咧，咁淨資產咧就係5萬啊，咁啊呢度咧就係去到5萬蚊嘅現金餘額咧，你有1.532厘啦，25,000蚊嘅餘額咧，你有1.149嘅嚟嘅戶期利息啊，咁啊資產淨值咧，如果係9萬蚊咧，你5萬咧就有2.758厘啦，25,000蚊咧就有2.068厘嘅。跟住如果你嘅淨資產咧超過10萬蚊啊，咁啊你嗰個100萬嘅現金餘額咧就有3.792厘啊，咁啊跟住咧10萬蚊咧就有3.447厘，啊5萬咧就有3.064厘，同埋25,000有2.298厘㗎啊。咁如果你係想真係知道自己到底係譬如話你嗰個現金餘額，譬如話我本身有大概係3萬蚊美金喺嗰個戶口啊，跟住咧資產淨值咧就係有10萬蚊美金嘅，個18千萬10萬啊，跟住咧我哋計一計啦，咁啊餘額咧就可以有幾多啦啊？咁啊餘額而家佢唔出喎啊，咁啊大家不妨自己計一計啊，佢有個公式喺度。好啦，咁啊相比起其他嘅證券啊，包括咗香港嘅一啲譬如話富差啊嗰個證券，咁啊利息係好好多啊。咁啊當然你買貨幣基金又係另外一回事啊，咁我哋以後有機會再講。咁我哋睇一睇咧，如果你嘅戶口淨資產超過10萬蚊美金啊，咁啊其他貨幣嗰個嘅利息係點樣？嗱，首先就係美金頭先講咗啦，超過1萬蚊美金之後有3.38厘，如果戶期利息算唔錯啊。阿聯酋嘅迪拉姆啦，超過咗呢個嘅35,000蚊咧，有3.5厘，都 OK 啦啊。咁啊加元咧超過咗13,000蚊之後咧，有2.665厘啊，咁啊其實都OK 嘅。咁啊我哋講翻澳元啊，如果係超過咗15萬澳元之後咧，有4字頭啊，即係其實澳元個利息相對嚟講，即係而家個環境都算高。大家唔好忘記佢呢個戶期喎，唔係定期喎，戶期可以俾到咁多利息。咁之前有位觀眾問我，喂，澳洲咁嗰個，如果我有澳洲資產咧，可以做啲咩？你咪擺喺 IB 度，即係攞利息咯，或者買啲我之前介紹嘅澳洲嘅國債啊、澳洲嘅公司債啊，同埋股票啊、ETF 啊。咁啊，詳細可以睇翻我 Patreon 嘅文章。咁啊，加元嘅前景我哋上次都分析過啊，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嗰個片。咁跟住我哋睇下離岸人民幣嗰個戶期利息啊，得個0.5啊，不要也罷啦，即係大家知道人民幣嗰個前景係點樣啦啊。咁啊歐元咧就係1萬蚊之後咧就有2.389厘都 OK 啦啊。咁啊英鎊又點樣咧？超過8,000蚊之後咧有4.18厘，喂，非常之唔錯咯喎，而家仲 keep 住4字頭。咁啊港幣又點咧？啊，超過78,000蚊之後有2厘啊，咁啊呢個戶期利息就不如香港嘅銀行啊，即係而家大概仲有3.5厘左右。好啦，跟住咧就係匈牙利嘅福林啊，我諗好少香港人去嗰度生活啦，咁我就唔講啦。咁啊日元大家見到啊，如果你係有即係500萬嘅日元存喺 IB 咧，唔單止收唔到利息，仲要俾人扣0.338厘啊。咁啊，所以千祈唔好有呢個日元。咁我哋陣間會講嗰個嘅，即係借日元買美金資產嗰個孖展利息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再睇一睇其他啦。墨西哥元啊，如果超過20萬墨西哥元咧，有5.968厘，都唔錯喎。墨西哥元竟然有5.9，差唔多6厘左右啊。好啦，跟住就係呢個嘅盧布啊，唔單止冇利息，仲要俾人罰付11厘嘅利息啊！咁啊，大家千祈唔好持有盧布啦。好啦，跟住咧就係呢個嘅沙特嘅里亞爾啊，咁啊沙特咧，我相信都有啲香港人喺嗰度啊，咁啊你可以考慮存戶期喺 IB 啊，都有4字頭嘅利息啊。新加坡元咧就2.199厘都唔抵啦，超過14,000蚊。咁啊
土耳其嘅里拉土耳其嘅里拉超過25萬咧，有5厘啊，都 OK 喎。南非嗰個蘭特咧超過15萬之後有6.84厘啊，都幾好喎。當然啦，咁高嘅利息，咁啊肯定伴隨住高嘅風險啊。嗱，如果大家第一次嚟到我嘅頻道咧，我嘅頻道就係喺2018年開始咗 YouTube 之後咧，咁我而家開始咗 Patreon，同大家分享我喺呢個銀行定期啊、債券啊、股票啊、ETD 等等方面嘅呢個嘅心得啊，咁啊地點包括咗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歐洲同埋澳洲啊，咁啊係為數好少嘅 YouTuber 分享呢個日本同埋歐洲嘅股票同埋 ETF 嘅 YouTuber 啊，咁啊歡迎大家做我嘅免費會員啊，唔需要錢嘅，可以睇晒所有免費嘅文章。普通嘅會員咧都係一杯咖啡嘅價錢，即係65蚊港紙啊，咁啊可以睇所有普通會員範圍之內嘅投資產品同埋分享更新。高級會員咧都係135蚊港幣啊，可以睇晒除咗普通會員之外，仲有高級會員專享嘅收費文章啊，包括咗呢個嘅資產配置生活意見資訊短答同埋呢個離岸戶口開戶白內障手術、內地打官司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我個人嘅親身經歷，極具參考價值。跟住我哋睇一睇，即係如果問 IB 借錢買嗰個美金資產或者股票係點咧？我哋先睇睇美金啊，咁啊借美金咧，如果係10萬蚊樓下咧，就係利息係5.83厘啊，其實都好高啊，咁啊阿聯酋嘅迪拉姆咧就係借35萬咧就要6.751厘啊，澳元咧就係借呢個嘅少過15萬澳洲紙咧，你就要俾 IB 5.94厘嘅利息啦，加元13萬咧就係4.665厘。好啦，瑞士法郎咧低過9萬蚊咧就係1.691厘啊。咁啊，如果係借呢個嘅9萬至到90萬瑞士法郎咧就係1.191厘。嗱，就之前我嘅觀眾有問過我啊，即係如果你話比較瑞士法郎同埋嗰個 yen 嗰個利息咧，咁其實兩個利息好似都差唔多。咁但係咧，我覺得瑞士法郎嗰個變動係高過美元啊，咁啊，所以我個人就唔係好建議即係借瑞士法郎去買美國國債啊。咁因為嗱，第一就係佢嗰個利息都係高過日元啊嘛。咁我哋陣間我哋睇一睇個日元啊。咁啊，大家見到咧嗰個日元咧就係頭先瑞士法郎係1.69啊嘛。咁而家你借日元1100萬先至得個1.5厘啊，跟住1000萬至到1億1400萬咧都係得個1厘啫嘛，咁啊始終都係好過瑞士法郎啊，咁啊所以我個人嚟講就唔建議借瑞士法郎啊，咁啊當然佢個金額可能少過日元啊，咁但係嗰個瑞士法郎瑞士嘅經濟咧，始終我覺得係好過日本少少啊，咁啊匯差嘅變化咧比較風險比較高啲啊。好啦，離岸人民幣咧都利息好高啊，都要去到5.871厘啦啊。咁其他嘅貨幣港幣咧就去到6啦。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啊，只係有呢個 yen 同埋瑞士法郎嗰個利息比較高，你可以做 carry trade 啊。咁至於點樣做咧，我喺嗰個Patreon 嗰度有分享，大家有興趣可以做翻我嘅免費會員啊。咁啊，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咁啊，所有嘅資訊都係唔係任何嘅建議，大家自己嘅投資自己負責。我哋下次見，拜拜。